家工厂可以点燃一座城市的繁荣，也能让它一夜沉寂。富士康母公司鸿海近日悄悄启动一项大动作，计划在印度北方邦设立其在北印度的第一座独资厂房。据传，规模甚至可能超越现有被誉为全球第二大工厂的班加罗尔设施。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却在大幅裁员、搬迁、沉寂。网友直呼：“别让富士康跑了！”但真相是，他早就走了，只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结果。如果说富士康的转身只是一家企业的商业选择，那么背后正上演的，则是整个中国制造的结构性断裂。这会不会就是中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端？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最新曝光的一系列信息，从红海北上印度，缩减中国用工规模，一路延伸到世界资本为何加速撤离中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条不久前曝光的重磅消息。ET-Today 新闻云引述印度媒体报道，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正在和印度北方邦政府洽谈在当地设厂的事宜，地点锁定大诺伊达地区亚穆纳高速公路沿线约300英亩的土地。目前相关讨论仍处于早期阶段，工厂的产品线也还未确定，但其选址地点据悉临近 HCL 富士康的半导体封装与测试设施，双方未来或将在同区域共构电子制造生态系。鸿海选中的地点交通连接新建中的杰瓦尔国际机场与多条高速公路，极具战略价值。目前富士康已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以及特兰甘纳邦等多个地区设厂，以强化其印度制造与供应链的弹性。网上传媒研究分析师指出，富士康加码印度投资，展现其深化当地产能与供应链多元化的长期策略。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也指出，印度作为替代制造地，具备地理与政策优势，有望承接未来全球电子制造外移需求，还能更贴近潜在客户群。媒体此前报道，富士康计划今年在印度生产2500万至3000万部 iPhone， 比去年多出了2倍以上。除智能手机外，鸿海董事长刘扬伟也强调，未来将拓展至资通讯、电动车、能源与数位健康等领域，进一步提升在印度的价值链布局。说白了，鸿海正在把核心业务往印度搬，而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鸿海加大印度投资的同时，它在中国的用工规模则不断削减。一位来自四川的网友今年2月在短视频平台发消息说，富士康现在正式工越来越少了，只走不进，走一个少一个。河南网友回应，去年就是奔着转正去的，结果工期到了，没有续签政策，只能离职。此外，富士康也在采取手段变相裁员，还因此引发了多起抗议事件。3月26号早上，富士康山西太原工厂约500名原级干部集体罢工，抗议公司取消管理职。员工们指出，过去2年公司曾多次以取消管理职为由，要求他们承担额外工作。2024年3月，富士康郑州港区分厂也曾将周边部门如维修部、质量管理部的人员安排到制造车间，有些岗位调动甚至跨地区，有工人反映直接从郑州被调到武汉。除上述工厂外，富士康周口、龙华、福田等多个厂区也都有工人披露，富士康采取调岗、降薪、不安排加班等做法，把员工慢慢逼走，也就是变相裁员。这些操作乍一看没什么新闻热点，但你要知道，富士康一度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用工企业，
一个厂区就能撑起一座城的经济。当这样的企业开始收缩，实际影响非常惊人。5月10号，有贵州网友在抖音爆料，贵安新区的富士康工厂已经更名了。视频显示，厂房上写着 HKC 惠科的字样。早在2023年，就有博主到访这个厂区，发现这里已经无比萧瑟，接近人去楼空了。贵安新区的富士康工厂曾是富士康在中国的9大工厂之一，也是2014年贵州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园区开工后，厂区里的工人很快就超过了3万多人。由于以年轻人为主，加上都有稳定的收入，周边配套的服务产业很快也发展起来了。餐饮、超市、服装、理发各种店铺迅速变得琳琅满目。高峰时期，据说里面商铺的转让费都要10多万元，甚至连当地的房地产也一度被带火了。但富士康一走，随之而来的就是百业萧条。说到富士康，就不能不提郑州富士康，那可是富士康最重要的苹果代工基地。但在2022年疫情期间，这座 iPhone 城彻底变了样，大量员工因风控缺吃少药，不得不徒步逃离厂区，横穿高速返乡的视频疯传全网，成为疫情下中国制造业的黑历史。当时网上甚至有人公开喊话，富士康为什么还不倒闭，滚出郑州。这些声音尽管偏激，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本土的营商环境已经让很多企业感到无法呼吸了。不久之后，富士康的产能开始转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郑州厂区从人满为患变得门可罗雀。你知道富士康对郑州有多重要吗？富士康可以离开郑州，但是郑州真的离不开富士康。首先，外贸方面，郑州富士康自建立以来就成了河南的外贸之王，累计进出口金额长期能够占到整个河南省的60%左右，占到郑州的80%。2022年前3季度，之所以河南能够实现超过6200亿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10年拿下中部地区最强的荣誉，郑州富士康功不可没。再说就业方面，河南虽然是人口大省，但是教育荒漠，超低的高考录取率导致低端人才多，而富士康为河南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富士康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初步估计，富士康在河南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超过100万人，这100万人后面就是100多万个家庭。试问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填补上这个100万人的产业缺口？该视频博主表示，其实富士康带给郑州的价值绝对不止这些，其强大的辐射能力会带动郑州产业配套的成熟。因为富士康的到来，郑州提升了与消费电子相关的产业基础。珠三角、长三角的地位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牢固的产业基础。因为富士康的到来，相关上下游产业配套企业不断在郑州扎根，这种引擎的带动作用更是难以估计。不仅如此，它还会推动物流企业在郑州落地，带动交通运输的蓬勃发展。因此，郑州对富士康也格外重视。对于郑州来说，如果真的失去富士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这100万人的产业就没有了，大量的人还得背井离乡去省外找工作，对财税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郑州富士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贝恩资本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2024年世界顶级企业撤离中国的速度持续加快。接受调查访问的有166位企业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这些企业主管表示，正在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公司占比69%，比2022年的55%还要高出14个百分点。调查报告说，还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将生产和业务回流至本国或者进案至邻国。这次调查是在2024年7月完成的。调查发现，表示会让供应链转移至距离市场更近地点的企业高管的比例高达81%，
比2022年的63%有了大幅度增加。贝恩资本公司将企业迁出中国的趋势归因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和成本的上升，但另有分析指出，此外，中共的数据监管、法规不确定性、国进民退，以及最核心的对外资越来越不友好的环境等，也都加速了外资撤离的步伐。外资怕的不只是赚不到钱，更怕连活路都没有。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资本撤走之后，中国会受到多大影响？简单说，影响会是连锁性的、多层面的。富士康、惠普、三星这些大厂不仅提供工位，还带动上下游小企业的就业。外资走了，相关岗位也会大幅消失。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顺差，很多都靠外资企业撑着。资本撤离意味着出口数据会受挫，外汇收入下降。很多高端制造技术都依赖于外企合作，一旦撤资断供，中国本土企业难以快速接替。当一线企业带头走人，其他投资人会怎么想？结果就是骨牌效应，不敢投，不愿留，不再谈合作。你觉得中国制造还有机会扳回一局吗？富士康的外迁只是个别现象，还是整个时代的象征？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